係嗰網友嗱，呢條片係講娃哈哈嘅爭產案。咁你首先咧就係點解講咧？呢個係中國呢個最大嘅遺產爭奪案，有史以來中國未試過有人打官司爭奪幾百億嘅遺產㗎嚇。咁同埋呢個牽涉到呢一個信託法幾得意嘅，因為即係首先就係當然啦，就係一個號稱一個老婆一個女一個布鞋嘅呢個創辦人竟然係有3個呢個私生子女，咁呢個係原來仲有咁多錢身家添，咁呢個就八卦啦。第二就講遺產遺囑嘅問題，同埋呢個信託嘅問題，究竟呢串嘅法律責任究竟係點呢？我希望解釋到俾大家聽，呢個係好。會員限時優惠下呢一個中三夏日感謝祭，即係中年好聲音搞咗3場，啲飛就賣晒㗎啦。呢個正式開售呢個演出日期15號到8月17號，mark 到一啲飛，你哋想要呢？因為有限呢，所以你賣咗5000蚊嘅電子消費券，要送俾你嘅嘢照樣送俾你然後呢，你就有權買呢個飛啦。880蚊、980蚊兩種，呢個就係8月4號至售完為止，呢個好快賣完嘅，呢個係因為得40-50張，郵寄俾你，郵遞俾你，叫 carrier 攞俾你，呢個就係咁就佢就唔係好多位嘅，因為佢2000位麥花臣，咁就係但係賣晒㗎啲飛，一開就賣晒，我都唔明點解咁犀利。如果你想睇嘅就係你就要咁做。呢個最犀利嘅呢個人張雨晨呢個人咧又靚仔啦，佢嗰場係最犀利嘅好啦，娃哈哈創辦人鐘慶後舊年逝世引起嘅遺產爭奪戰第一個回合，香港高等法院8月1號作出一個判決，鍾福利喺首輪法律較量中敗訴。高等法院嘅暫委法官李展晴，呢個暫委法官嚟㗎，即係嗰啲香港嘅 senior 法官開始唔夠下令呢個係一個臨時處分令，未打完嘅場官司。呢啲呢就係因為我係要落一個命令嚟到等一啲嘢凍結咗，如果唔係呢，佢做咗啲嘢出嚟呢，就令到後來打官司都冇意義啦，佢哋搬走晒啲錢。咁呢啲咧就係禁制令或者命令呢啲叫假處分，唔係真正嘅判決，但係暫時咁做。下令現任華哈董事長鍾福利唔好由建浩創投公司嘅匯豐銀行提款或轉帳 frozen 咗一筆錢 frozen 咗，確認凍結咗喺香港匯豐銀行17.99億美金嘅資產。100幾億呢個禁制令持續有效到香港唔係作出判決，因為咧佢哋係呢個大陸人如果講遺產咧，你就要尊重大陸嘅審治結果，直至到杭州中級法院及浙江高級法院最終裁決，然後先就喐呢筆錢其實佢哋裁決咗咧，你都可以唔服氣嘅，喺香港再打嘅佢凍結到等佢哋有裁決結果。如果你認為唔公平咧，喺香港再打。香港打咧就唔係打遺產係打信託同埋合約嘅。3個自稱唔係自稱嚟㗎，鍾慶後私生子嘅子女繼昌接利繼承，暫時勝訴，阻止咗鍾福利用呢巨額資產，同埋話俾佢哋聽嗰啲錢去咗邊，嗰啲錢究竟去咗邊？法院同時頒布披露令，要求鍾福利揭露匯豐銀行帳戶最新有幾多錢剩，同埋自從2024年2月2號成立個信託基金以來，所有轉去外邊嘅錢去咗邊度？點解？呢個係命令要交代。
凍結同埋命令解釋係咪有人偷走咗啲錢。香港高等法院強調呢個臨時禁令啊，係保證嗰個 target 嘅資產繼續存在。如果唔係咧，杭州打官司咧就冇意思啦，俾你攞走啲錢。成份身家幾錢咧？300幾億，香港佔100幾億。另外咧就娃哈哈嘅股權，顯然有助於內地法院嘅審理。法官認為啊，呢個案件需要審理嚴重嘅問題，係咪有合同違約、信託同埋受信託義務？嗱，呢個就係、如果嗰筆錢已經係一個信託嘅時候咧，中福利就係一個信託人，信託人咧就有一個attorney 嘅責任去履行呢個信託嘅責任嘅。佢有冇履行呢樣嘢咧？批准資產保存令就係適當嘅平衡，暫時唔准喐，直至打完。三個人嘅生母杜建英，1988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嚇。你可以假設佢今年係56、7歲啦。1991年本來係喺政府度做嘢，放棄鐵飯碗，進入娃哈哈，為鍾慶後生咗仔女。1989年就為咗生育長子鍾繼昌。嗱，我首先講俾大家聽咧，最容易係分為呢啲小三分為3種。有一啲咧就發咗達，我即係講發咗達啲人揾啲年輕貌美嘅，專不停揾啲年輕貌美嘅去搞，咁呢個係一種。第二種咧就唔係，嗰個人咧好勤力做嘢嘅，佢其實咧就同我老婆越嚟越冇嘢講，咁呢啲咧就通常就揾佢嘅助手喎。嗱，呢個就係助手，因為咧日久生情啊，咁呢個第二種。好多時都揾咗自己嗰啲日常接觸嘅助手嘅，因為啲人好勤力做嘢。第三種唔係話再老啲啦，再老啲咧就係咯，個老婆同佢咧就分咗房，大家感情都淡薄，佢咧就照顧佢生活嗰啲人，霍金都係俾個咁樣嘅保姆咧呃咗㗎嚇，結果個保姆虐待佢㗎霍金。鍾慶後生前有3份關鍵文件。要講呢件事嘅是非，係講3個關鍵文件同埋2份遺囑，對家族資產信託事宜作出詳細安排。但呢啲文件啊，同佢正式遺囑嘅內容明顯衝突。究竟佢嘅遺囑管唔管得返呢啲文件呢？還是呢啲文件係將嗰啲錢撥咗出嚟，係irreversible 嘅咧？呢個係不可逆轉嘅咧。第一份文件，2024年1月，嗱，鍾慶後嗰陣時身體已經病危嘅嚇，親手寫低嘅指示俾個人叫郭雄，要求喺香港匯豐銀行為3個私生子女分別辦理信託，每人7億美金。呢個咧就好明顯，我解釋俾你聽啦，就係鍾慶後咧就同杜建英咧就達成咗 agreement， 嗰3個仔女就分21億美金，因為佢知道自己就死啦，其他嗰啲咧就俾足福利，個事業嗰啲股份就俾足福利，籌21億美金俾呢3個仔女。鍾慶後2024年1月，呢個佢親筆寫嘅，前高層即係佢已經唔離開嘅高雄手寫信件，準備為3個人辦理信託，3個信託喺匯豐，每人7億美金。喺匯豐，嗱，呢啲錢呢，按照香港法例成立信託合同，由香港公證處公證，佢唔知香港冇公證處嘅。香港並冇公證處呢樣嘢嘅，呢個係嚇，淨係攞利息嘅啫。佢係保證佢哋呢世都夠錢使，受益人就佢本人同埋啲子孫，老婆係冇關係嘅，老公，因為係婚前財產。嗱，佢呢個佢明白呢個法律責任。匯豐帳目佢儲埋啲錢，美金唔夠，要將人民幣換成美金，要調錢出嚟。嗱，呢個問題就係結果冇21億。
點解啊？就調唔切啲錢，因為呢個中福利咧已經係反咗面，就喺佢啲錢度抽錢出嚟咧做唔到，先辦理咗計昌接利嘅，先俾咗2個14億美金籌足咗啦，等繼承請假翻嚟咧就做埋佢。嗱，呢個就係佢指示。佢嘅指示係點咧？唔准喐本金，定係收取利益。係鍾繼昌接利鍾繼盛嘅本人同埋佢嘅子女攞翻嚟啲利息，就係俾佢哋同佢哋嘅仔女保證佢哋咧係有錢用嘅終身。3個私生仔女嘅身份背景曝光，大仔1989年已經出世，今年36歲，同埋82年出世嘅鍾福利咧只係差7歲啫。呢個佢個大婆生嘅，7年後佢就生咗呢個，有出生證明同埋 DNA 對比係冇得質疑嘅。好啦，佢搞咗呢樣之後咧，佢喺2月2號佢就簽住一份委託書。嗱，呢份委託書係叫個女委託鍾福利設立人，整3個境外信託，就係以佢哋為受益人。嗱，佢係受委託咁做啊，即係如果佢受委託而唔忠於人之事唔咁做咧，咁佢就違反咗呢個責任。委託書規定啲信託為不動本信託，任何人都唔可以用嘅啲錢係，但佢調走咗。第3份文件啦，嗱，第3份文件咧就係鍾慶後死咗之後，呢個鍾福利咧喺3月14號同3個原告佢簽咗一份協議，佢同意咗以建樂創投公司嘅資產成立3個信託，21億美金。嗱，佢同3個簽咗約，佢開頭咧想履行佢爸爸應承嘅嘢嘅，後來反咗口。嗰個條件咧就係咧，佢哋3個係唔能夠去爭產，即係咧唔能夠爭奪呢個鍾繼後嘅其他資產。2024年3月14號簽訂咗呢個協議，協議詳細規定，規定佢哋驚咧，因為佢係 trustee 啊，佢係嗰個成立嘅人，以信託管理模式，私人信託公司模式，佢暫時管理，然後過渡去專業受託人，就俾匯豐銀行嘅 trustee 做。過渡期間結束後，鍾福利咧唔可以參與管理，佢哋驚佢去管理嗰陣時咧食咗啲錢。然後鍾福利咧出爾反爾，叫佢簽呢份嘢嘅時候咧，佢哋不停拒絕簽，唔肯簽。又話匯豐銀行咧從來冇21億美金，所以唔使做住，冇啊，到21億美金先講啊。認為每人7億咧係理想化嘅設定啫。in case 咁樣，呢個咧唔係 binding 嘅，佢認為個委託唔係一定要做到嘅。鍾福利法律資訊警告3個弟妹啊，如果打官司咧，佢係有權停止呢啲離岸信託，由合作轉向對抗，恐嚇對方。期間鍾福利咧又曾經建議喺信託契據入邊加入個條款，將佢自己嘅子女列入受益人。喂，呢個好奇怪，因為鍾福利咧今年幾多歲啊？82年18歲，40幾歲，佢冇仔女喎，咁點咧？如果係咁咧，2點嚇，我同大家解釋。第一，佢想爭翻一份俾自己，佢覺得咧21億美金咧真係好多錢，170億，佢要求分4份。咁佢冇仔女又點咧？冇仔女咧，佢可以整啲仔女出嚟喎。係咪揾代母咧，整啲仔女出嚟，或者收養嗰啲仔女咧？但鍾慶後咧，2月2號2份正式遺囑，受益人係包括咗鍾福利同佢媽媽，同埋鍾慶後嗰個媽媽仲未死喎，完全冇提到3個私生子女。
及其生母。喺2月2號宗慶後死嗰陣時候，佢話將啲錢俾晒，主要係個女啊。咁樣呢筆要撥出嘅21億美金，係唔係喺佢遺囑入邊嘅資產入邊，還係遺囑嘅資產外邊咧？呢種安排引託遺囑同信託安排係咪互相衝突嘅重大法律疑問？一連串要解釋嘅問題。嗱，即係咧，如果佢委託咗話要撥咁多錢，由佢遺產度撥咁多錢出嚟成為信託，而且咧就寫咗清晰嘅指示俾個女，話要由佢啲錢度撥呢筆錢出嚟。然後咧，佢就整一個遺囑出嚟。咁個遺囑咧，將所有錢咧俾晒呢個大女。其實咧就話係所有錢俾晒個大女，除咗撥出嚟嗰21億美金。如果佢要取消嗰個，如果唔係咁解釋咧，佢個遺囑入邊咧要指明係將嗰個委託書取消，個委託書取消。嗰個委託書嘅存在同埋佢委託個高層嚟 set up 呢個離岸基金，就係一張合約嚟嘅。個離岸基金係喺呢個遺產外邊嘅。嗱，我嘅理解就係咁嚇，法庭嘅理解未必係咁嚇，就唔係變咗唔係佢遺產嘅部分，即係佢遺產有幾多錢咧？要減咗啲21億美金咧，就俾晒個女。嗱，成件事咧都好合理嘅，因為咧佢華哈哈嘅股份同資產咧，淨係華哈哈嘅股份，佢喺國內仲有錢啊，點都有200幾300億，係俾晒大女，同埋佢阿媽，同埋佢自己阿媽，由170億就俾二房嗰個老母同埋3個仔女分嘅。嗱，呢個我認為係宗慶後嘅意見。3個私生女除咗喺香港申請資產凍結咧，仲喺杭州提起訴訟。呢個咧，我又要講個遺產法啊，遺產法。香港咧就係咧遺囑至上嘅，你無論有乜嘢親戚都好，我嘅遺囑捐晒俾我隻貓，咁就大晒，唔可以質疑嘅呢樣嘢，唔可以質疑。除非有啲人我有供養責任嘅，大陸都係如此嘅。即係話咧，譬如我死咗，我個仔女得13、14歲，我要供養個仔女，咁咧要攞翻啲錢出嚟，或者我要供養我老婆啲生活，咁咧就要預翻一部分錢嚟供養，因為我老婆佢係規定咧，我有法律責任要養嘅人，而嗰啲人咧係冇工作能力嘅，咁於是咧法庭就可以喺遺產入邊撥一部分出嚟做。咁呢個咧就係而家佢啲仔女全部都係超過21歲，同埋呢個係有工作能力嘅，咁就係唔可以爭奪個遺產嘅。台灣咧就唔係嘅，台灣咧就咁嘅，無論你點寫都冇用，一半俾老婆，1/3俾其他親戚。咦？咁去咗5/6喎，去咗5/6，只有1/6你係自由支配嘅啫，所以一定打官司嘅。台灣一定打官司，香港結果都一定打官司。嗱，而家可以打官司係點咧？就係話呢個只能夠打宗慶後喺寫呢份遺囑嗰時係咪 under undue influence 不正當嘅影響，即係佢神志模糊嗰時呢個鍾福利氹佢或者逼佢簽咗呢份嘢。嗱，呢度都200億啊！佢唔會淨係得個股權㗎，佢一定點都有100億喺國內嘅，即係咧佢同阿媽咧攞咗300億，俾170幾億人咧，其實俾1/3人咧，佢唔肯，點解啊？其實佢阿媽一定好嬲呢個二奶啦，係咪？佢唔順氣。好啦，加上香港匯豐銀行嘅150億，總共350億，總共400幾億啦。我諗，
如果以21億美金嘅信託利息4%，淨係攞呢啲錢嚟到使咧，3個私生子女每人每年嘅利息收入咧係2億，一年有2億淨係利息收入，平均每日可以有55萬，係冇辦法使晒。即係我講使得晒咧，你係要用咗佢喎，你唔係我嚟買資產喎，買資產咧可能升值喎，係冇辦法使得晒嘅。一個人7000萬，一個月500萬，你純使咧你係使唔到嘅。好啦，娃哈哈大股東杭州市上城區財政局就中慶後遺產糾紛成立專案介入處理。你乜嘢介入處理咧？我唔明啊！呢啲係法律解決，點解政府要介入處理咧？個法律係點咪點咯，真係得意喎！呢個真係。杭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已經2025年受理登記，香港嘅保全令直至做出最終處決為止。嗱，佢最危險嘅咧就係咧，係會發現呢一個中慶啊，你知啦，杭州市咧已經係想食咗佢嘅娃哈哈，曾經將中福利咧炒咗嘅嚇，後來咧就係所有人抗議先揾佢翻嚟嘅。而家咁搞法，中慶後呢間公司好耐都冇分紅，而中慶後咁有錢，啲錢係咪偷出嚟㗎？哦，一查你啲錢咧就大鑊啦。結果咧，佢咁做法係咪會令到娃哈哈？點解我讀娃哈哈唔讀娃哈哈？因為娃哈哈用廣東話讀咧唔好聽，娃哈哈係唔清楚得。娃哈哈可能搞到個控制權失咗嚇，我話俾你聽。尤其是咧，只要佢揾到杭州嗰個法院，將佢嗰20幾個%股權撥咗幾個%俾佢3個細佬妹，如果將嗰3個細佬妹將嗰啲股權平價賣咗俾杭州嘅財政局咧，佢哋嘅股份已經大過中福利嘅股份咧，要加埋員工嗰啲股份，嗰啲員工股份咧，其實都係中慶後嘅橫手嚟嘅。但係如果呢啲嘢一拆咧，佢就結果呢個人咧就為咗呢筆錢咧，就冇咗娃哈哈嘅管理權呢個。好啦，呢場飲料巨頭史無前例嘅遺產爭奪戰，喂，最好你哋咁樣爭奪。以前啲人唔打官司嘅，點解啊？打官司係咪益世做官嗰個咯？大家有冇聽過狐狸分肉啊？呢個係呢個狐狸分肉俾2隻狗啊！嗰隻狐狸分肉，喂，一人一半。呢邊個話唔係喎，我個細喎，佢大喎。狐狸話咁啊，咬呢個一啖。又輪到呢個話，喂，唔係喎，佢大過我。咁又咬呢個邊。終於咧，兩邊俾人哋食晒為止。你知唔知？呢個就叫狐狸分肉嘅故事。好啦，嗱 M&M 繼續要買㗎嚇。呢個 Collagen M&M 呢隻嘢咧就係 for 年輕啲嘅人食嘅，就有呢個 collagen 喺入邊嘅。而家送呢一堆嘢都係令你靚嘅，有女士維生素啦、微膠原蛋白啦、美顏瘦身咖啡啦、CCA 果汁啦、腸道輕盈酵素。酵素好重要㗎，食完之後對你嘅腸胃掃清咗，然後食益生菌啊，有好多嘅，送800幾蚊嘢俾你。呢個就唔係啦，27665760呢隻食4個月，就送幾樣嘢俾你，都係等你健康長命。呢個就有，哇！呢隻 Q10食4個月，然後腦消樂等你唔好腦退化。亞精胺呢一個係1個月嘅，亞精胺入落 NMN， 我有科學文件俾你睇，係對於你保持青春最有利嘅嘢嚟嘅。OK， 8月電子消費券禮品上不停，凡係購買3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就可以獲得總值256蚊嘅指定護膚品，包括韓國 Urian 嘅純素乳木果柔潤手霜100ml， 價值138蚊，同韓國 Urian 純素弱鹼性護面泡沫，價值118蚊。Urian 護膚品係韓國排名第1嘅純素護膚品牌，全植物配方，產品適合各年齡層使用，
包括細路仔、成人、孕婦及敏感肌膚嘅人，所有產品咧都獲得純素認證，係低敏植物雜取成分，並且通過低刺激性嘅皮膚測試，可以安心使用。嗱，我都係用呢個嘅，我皮膚有啲敏感㗎，我話俾你用咧，真係非常之好。而購買5000蚊電子消費券咧，就可以獲得總值567蚊嘅指定禮品，包括 Hancock Life 手臂式電子血壓計，價值298蚊。呢部機咧認真盞鬼啦，係我真人語音讀呢個測試結果俾你聽嘅。另外仲送韓國 Guangplan 嘅保濕凝膠110ml，價值269蚊。想要我真人發聲嘅電子血壓計咧，就要喺8月31號前喺網上及門市購買電子消費券啦。使用有效期咧到2026年3月31號，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啊！